正是夫人责怪小妾诱惑老爷，命人将她捆绑起来痛打一顿。小妾的女儿目睹了这一切，夫人转身又骂女孩是个没出息的。女孩哭泣着想去找父亲，但家丁把她推倒在地。女孩坐在地上告诉父亲母亲被打，她希望父亲能去救母亲。仆人却说你这小妾的女儿怎能直呼父亲的名字？老爷扫了她一眼便直接走开了。女孩仍坐在地上哀求，老爷对她说你娘做妾室却不守妇道，夫人怎样惩罚都是合理的。这番话深刻地印在女孩心里，她还被小朋友欺负，只有邻居的南鹤在一旁保护她，他们就这样一起慢慢长大。女孩原本以为能与青梅竹马的南鹤相守终生，但南鹤的母亲不同意他们在一起。尽管南鹤家境中落，但他们的身份依旧不凡。老婆婆告诉她不要妄想成为正室，夫人直言南鹤将会娶正室，然后她可以作为妾室。她心痛地忍住泪水，感到不甘。伤心的她回家时发现父亲也在，作为小妾的女儿，她只能称呼他为老爷。请安后正要离开，却被老爷叫住。她仔细端详他，发现她文静美丽，询问为何母亲还未嫁人。母亲说还没找到合适的人选。老爷却说如今连小妾的位置都这么难找吗？文静想要反驳，却被母亲制止。老爷还是嘲笑她身材矮小，觉得她做小妾太可惜了。老爷的话让她很难受。妈妈来安慰她，但她不想像妈妈一样一辈子都在忍受屈辱。文静哭着跑出去，回忆起小时候受的冷眼，心里暗暗发誓，总有一天要让那些欺负她和妈妈的人跪在她脚下，求她发慈悲饶了他们。同时奸臣金字典为了巩固朝堂势力，命令亲信崔尚宫在民间找一个不同凡响的女子来取悦国王。崔尚宫马上行动，最后找到了文静。看到文静颇有姿色，崔尚宫让她解开衣服。文静一头雾水，虽然同为女性，但她还是觉得尴尬。文静的美丽动人，崔尚宫非常高兴，本打算让继房的妈妈教她礼仪，但文静的倔强性格让她头疼。金字典并不介意，按部就班，顺从的女人到处都是，太普通的女人怎能吸引国王？当金字典见到文静，非常满意，为了提升她的地位，马上收她为干女儿。进宫前一天，文静找到南鹤，把自己给了他。南鹤鼓起勇气想带文静离开，但他拒绝了。文静决定让那些侮辱她的人一个个受到应有的惩罚。原本以为能在宫中一帆风顺，然而刚进宫的第一天就尝到了后宫的残酷。本应该今天受到大王的宠爱，结果大王派了天生来服侍，仅仅为他摘下花冠就算结束。在初夜被忽视的文静非常生气，不知还要等到何时。另一个宫女告诉文静要去向其他的贵人问好。当他走到门口，听到一些人正在讨论他，几位妃子在讨论谁将成为后宫的主人，表面上彼此谦让，实际上却心机深重。听说昨天一个新来的小妾一进宫就因为疯狂而被疏远，人们开始嘲笑她的出身。文静一怒之下冲破门进去，朴淑仪想给她一个下马威，但文静用一个不屑的眼神回应了她，然后转头看向旁边的女人，只是个上宫，看到淑媛来请安，你还敢坐着不起来？李尚宫慌忙站起来，见到这种情况，几位女性立刻如临大敌。文静笑里藏刀，警告他们如果在背后说她坏话，让她养父金大人知道了会有麻烦。张贵人想要反驳，但文静不给她机会。说完这些便告辞离开，一起身就准备离开。出门时一个宫女直勾勾地盯着她，仿佛要替主子出气似的。文静本不想搭理宫女，但不给她一巴掌不符合她的作风。刚进宫的第一天就给妃子们上了一课，这让他们心中怨气满满。李尚宫向大王告状，大王听后反而笑了。宫中少有这样蛮横的人，本以为大王会处罚他，没想到李尚宫却火上浇油，这更激起了大王的兴趣。看到大王要走，李尚宫急忙追上，询问自己哪里做错了。大王谎称自己感到累了，然后直接来到文静这里。大王到了，文静却没正眼看他。哼，男人越是这样，大王越觉得挑战性强。大王问他为何不看他，文静转身却愣住了，只是一句话就让大王笑得像猪叫一样。到底说了什么呢？大王立刻决定留下。这时崔尚宫前来汇报，让文静先做准备，服侍大王前要检查身体是否纯洁。听到这，文静开始慌了。宫女帮她沐浴，听说要用鹦鹉血测试，文静更是慌张了。如果鹦鹉血滴在手腕上不流动，那就证明她身体纯洁，如果不是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她之前已经和秦王有了私情，此刻她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。幸运的是，文静顺利通过了测试，原来是崔尚宫暗中帮助了她，只要在热水中泡一泡就容易通过测试。他提醒了文静，虽然大王喜欢你的放肆，但可能很快就会厌倦，要想在宫中立足，就必须怀上皇子。年迈的大王摇摇晃晃地走了进来，文静被他宠幸，感到非常恶心，但想到之前受到的羞辱，文静反过来主导了局面，抓住这个老王不放。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，只要生下皇子，他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
这老头子一晚上也撑不住。到了第二天，其他妃子听说文静被宠幸，表面上是来道贺，实际上是来找茬。文静把地位高的张贵人请到主位，故意忽视其他2位。朴淑仪擅自来到，直接坐在他面前，一开口就开始指责文静，怎么敢把自己和贵人平起平坐。文静视若无睹，不去理会。这种羞辱让他非常恼火。张贵人要李尚宫加入，文静立刻阻止。3人小团体没能显威风，这几人肯定不会就此罢休。现在大王已经完全被文静掌控，不仅帮他洗头，还帮他抓虱子。只要能生个儿子，中殿之位就是他的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文静觉得恶心，真是心想事成。文静当场晕了过去，这让大王非常着急。他马上背起她去找御医。金御医仔细诊了她的脉，果不其然，她怀孕了。大王听了乐得合不拢嘴，但他哪里知道，这顶绿帽子已经戴在他头上了。文静心里很清楚，这个孩子不可能是大王的，他担心留下后患，于是命人去杀南鹤。武艺高强的南鹤奋力抵抗，但当他看到文静时，他明白了一切。南鹤彻底绝望，不再反抗。文静尽管心痛，但为了自己的未来，他不得不残忍一些。没有了后顾之忧，文静更加骄纵任性。因为大王最近非常忙，一直没有来看他，他竟然直闯大王的办公殿。文静质问大王为什么不来看他，是不是又找了新宠？好景不长，不久文静就要生了。他母亲在一旁大声加油，但他让母亲别吵。终于生下了孩子，一听说是个女孩，他立刻想要把孩子扔掉。大王曾经承诺，如果是龙子，他就可以成为后宫之主。这个孩子关系到他的前途，现在一切都化为泡影，他压抑不住的愤怒。大王得知后极度失望，大臣们此时选择沉默，趁着国王还年轻，抓紧时间选一个忠诚的皇后。如果能生个皇子，皇室就有继承人了。最后选中了一位15岁大臣的女儿。这个位置虽然光鲜，但危险重重。他的父亲本想让他避免这个位子，但他决定要成为王后。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一旦成为后宫之主，他的家族就能崛起。这位15岁的女孩成为了中殿娘娘，原本应是她的位置，却被另一个丫头抢去了。看着她风光无限，文静气得要命。夜里门外有人不断催促国王进中宫，幸好国王懂得廉耻，听说国王不会来，中殿娘娘不慌不忙，只是淡淡一笑。虽然年纪轻，她却很有城府。文静这次遇到了真正的对手。当文静来中殿请安，故意吓唬她，后宫中自己多次被暗害，差点几次丧命，但年轻的中殿娘娘总是笑而不语。文静心里不甘，马上找到金大人，2人意见一致。金大人让她不必担心，下一次生男生女还不是他们说了算。国王好久没来找她了，文静心想，既然你不来，那我就去找你。深夜悄悄来到国王的寝宫，国王被惊醒，吓了一大跳。文静楚楚动人，直说想死国王了。大王心里的防线完全崩溃，真是可怜他这个老妖。文静匆忙离开的时候，被一个宫女看到了。李尚宫知道后怒不可遏。第二天，他和其他妃子一起去告中殿娘娘的状，但中殿娘娘并没有生气，因为她记得父亲教导的要忍耐，等待时机成熟再反击。她一一给妃子们下了手。现在李尚宫也被疏远了，内心彻底成为了中殿娘娘的，就是要让他们之间互相勾心斗角，自己则坐收渔翁之利。就在大家都很高兴的时候，李淑媛因为一顿饭感觉恶心，大家都看出她怀孕了。文静不甘示弱，你觉得恶心，我比你还觉得恶心，叫御医来诊断。结果真的怀孕了，现在2人都怀孕了。为了不让李淑媛成为障碍，文静心里早已种下邪恶的种子。为了赢得大王的宠爱，她竟然给自己下了毒。2人都怀孕了，但只能有一个孩子活下来。这种西洋糕点不是一般人能吃到的。李珠媛看得直流口水，她忍不住一个接一个的吃，结果晚上出事了。虽然保住了性命，但孩子没了。御医诊断是中毒。大王一听，火冒三丈。宫女告诉大王，是吃了文静的糕点后中毒。大王气冲冲的过来了。当发现文静也中毒时，大王才打消了对她的怀疑。文静暗示这一切都是王后干的。大王信以为真，立刻命令将王后驱逐出宫。人在家坐，祸却从天而降。年幼的王后这才感受到了宫廷的险恶，不由得想起了父亲的教诲。后宫的争斗不断，即使安分守己，也难免被人算计。文静因为吃得少，很快恢复了健康。这一举两得的策略，让她同时解决了2个问题，但她还得确保自己能生下王子。接下来更狠的计划又来了。文静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，她在后宫的地位也越来越稳。李淑媛明知是文静下的毒，但因为缺乏证据，她只能忍气吞声。这一天，文静又带来了一种神秘的药丸，吃下后又一次昏倒了。这下大王真的慌了，不仅日夜陪在她身边，还自责没有保护好她。文静以宫中不安全为由，要求离宫去生产，因为只有在宫外，她才能确保生下儿子。这时文静的义父金大人已经准备好了几10名孕妇，即使文静这次生的还是女儿，也不必慌张。
准备的孕妇一个接一个生的都是女孩，眼看就剩最后一个，可她的预产期还没到。这时金大人的手下突然掏出一把匕首，听到这男人急了，一刀就把他解决了。李老头颤颤巍巍地抱出了孩子，幸好这次是个男孩，但在路上被李书院的人发现了。自从他上次中毒以后，他就命人暗中监视文静，但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他只好另寻他法。听说文静生了王子，他的父亲急忙来和，但被文静痛骂一顿。这次他母亲终于出了口恶气，但文静想要的不止这些。他抱起孩子，宣称天下即将改变，建明的孩子将成未来之王。第二天，大王特地派王后的轿子将文静接回宫中。大王抱着孩子欣喜若狂，只说孩子长得太像他了。听到这，文静差点笑出声。本以为大王会履行承诺，把中殿之位让给他，没想到大王说王后的位置还有人，封她为赵龙已经足够。文静心里不甘野心日渐膨胀，她对母亲说，自己绝不会甘心做傀儡。在决心杀掉南鹤的那一刻，她已经不再是从前的自己。大王不会一直将钟母娘娘留在宫外。文静心生阴谋，只有除掉大王，自己才能成为真正的王后。她决心成为后宫之主，不择手段。通过之前的2次经历，文静似乎变得百毒不侵。为了消除王后的顾虑，她不仅吃饭，还主动给王后夹菜。但饭菜刚到嘴边，王后就放下了。文静顿时泪流满面。这些年一直住在别的宫殿，让王后受了不少委屈。从今天开始，您的每餐我都会亲自准备。3年时间飞逝，王后变得更加沉稳，心里想着这个妖妇，你若不毒死我就不会罢休吧。大王询问王后的情况，王一听后不禁担心起来。第二天，文静又来访问，看着宫女准备的饭菜，文静大声斥责。转头一看，原来是王后的母亲到了。这下计划又泡汤了，王后终于能吃一顿安心的饭了。这些日子她饿坏了。同时，文静下毒和在宫外生子的消息也传到了一位大臣那里，但是传播消息的人被大总管打死了。别看他只是个太监，能在宫里混到这个地位，必定是个厉害的人物。他告诫所有宫里的人要小心言行，行事要懂得分寸。仅仅一个眼神，宫女们已经吓得发抖。即使李书院命令调查文静，他也不敢说出真相。大总管后来找到文静，提醒他要小心，正因为不想揭发他，不是因为他长得好看，而是担心会影响殿下的名声。尽管如此，文静还是固执己见。大总管正要离开，文静急忙叫住他。文静说，在这宫中，她无依无靠，不像中殿娘娘有大臣的支持。支持王后的大臣们纷纷上书，要求大王把她接回来。无奈的大王只好答应。听说王后要回宫，文静赶来查探，两人不经意间对视，王后给了他一个嘲讽的微笑。文静气得快疯了。正值盛年的王后出现在大王面前，一眼就吸引了大王。看着美丽如花的王后，大王按捺不住心中的冲动，那晚就决定选她的牌子。但到了王后的寝宫，却被拒于门外。被拒越多，大王越是迫切，找了个借口，终于见到了心仪的王后。为了这一刻，王后准备充分，一场复杂的舞蹈。王后抱怨加委屈，大王承诺不再让她掉泪，也会全力守护这中殿之位。说完，他迫不及待。文静得知此事，急匆匆赶来，谁知对方早有准备，这让他气得半死，甚至连费尽心思得到的儿子也交给王后抚养。王后建议孩子还是由文静亲自照顾，但大王却认为文静不适合，他认为她没有做母亲的资格。文静偷听到了这些话，出来后他反而笑了，既然如此，你就自己养吧，反正孩子又不是你的。与此同时，在倾国当了8年人质的世子终于回来了。文静一听，立刻坐不住了，世子回来了，这样自己的儿子就没机会登上王位了。他跑到大王面前，故意挑拨说众望所归应该是世子，世子一回来，大王就可以休息了，把正事都交给世子处理，你也可以退位了。这番话成功的激怒了大王。本来就有传言说世子联合倾国，想要推翻他的政权，这让大王怒火中烧。结果世子一到宫门，大王却不让他进来。第二天，文静又跑到王后那里，世子被拒门外了，你作为后宫之主，应该出面劝大王。王后明白这是文静的诡计，但她不能坐视不管。她走到大王面前，给他说了一顿，直接惹怒了大王。王后在大殿外跪拜。文静听到这消息，赶紧找理由为自己辩解，不知所措。看到这情况，其他几个妃子也都出来表态了。大王无奈，最终让世子进来。经过一番父子谈心，解开了误会。但大王对世子始终有偏见，他认为世子觊觎王位是受人教唆的。文静白忙了一场，结果一无所获，这让他气得不轻。因为文静的儿子一直由王后抚养，跟他一点也不亲近，于是他决心要夺回孩子的抚养权。第二天，文静穿着素衣跪在王后的寝宫前，哭着求王后还给他孩子。王后静观其变，没有理睬他，跪了大半天。文静因此腰酸背痛、腿抽筋，饿得没办法，于是让宫女今晚加班，想办法给他找些吃的。直到深
耶！大王才得知此事，文静没有错，为何要受这种罪？说着就赶往文静那里，正准备吃点东西，听说大王来了，当场就晕了过去。见此情形，大王直接找王后理论，然而王后以是大王的命令，不便插手为由，没有给他面子。大王一气之下，把桌子上的书籍掀翻，突然发现一封书信，书信居然是王后与世子妃讨论国家改革的事宜。大王彻底怒了，这是要另立新王吗？一向稳重的王后当场傻眼，听说大王要废王后，这让文静非常高兴。然而废王后并不容易，在大臣的劝说下，最终还是压下了这件事，不敢轻易动王后。文静发誓不会就此罢休，他又准备了一些草人符文，打算把罪名嫁祸给王后。受宠妃子好像中邪了，不停地喊有人要抓他。大王旁边一脸茫然，只见他自己掐脖子，眼睛一翻晕了过去。御医查遍古籍也查不出病因，爱妃昏迷不醒，这让旁边的大王急坏了。李老头自告奋勇，大王命令他无论如何要治好爱妃。李老头拿出了百年大钢针，正要往他额头上扎。文静做手势表示扎这里会很痛，看就扎这里。李老头明白了他的意思，扎针之前还提醒他不要怕，别害怕，这针会扎得比较深。文静立刻站了起来，大王感叹道：真是神医啊，真的是神医。一旁的母亲差点笑出声。大王以为这肯定是巫术，命人彻查整个王宫，最终在王后的寝宫找到一堆草人符文。大王大发雷霆，决定废掉王后。但大臣觉得这样做太草率，首先要查清楚是谁把这些东西带进王宫，指使将这些东西带进来的是王后身边的宫女，对宫女们进行一顿严刑拷打。然而这一切都是文静的栽赃嫁祸，宫女们也不知情，没有证据不能给王后定罪。文静又想出了一个计策，抓不到大的，那就从小的下手。紧接着他们抓起了李淑媛的贴身宫女，他威胁宫女的家人，强迫她指责一切都是李淑媛做的。宫女刚一说完，文静便以为王后报仇为由，一把抓起木棍将宫女赶走了。就这样李淑媛被逮捕了，把罪名嫁祸给她，都是因为她知道的太多。大王实在不忍心杀死李淑媛，所以命令将她关押在宫外。文静找到了王后，两人心照不宣，谈话也不再藏着掖着。王后嘲笑她是小妾侍女，浑身散发着贱气，告诉她不要妄想得到王后的位置。文静反击道：你难道不也是在老王面前跳舞吗？这次是李淑媛，下次轮到你了。两人的斗争就此开始，文静让后宫乱成一团。世子妃和王后决定揪出文静的把柄，他们派人去找李淑媛，想让她揭露文静的所作所为。但李淑媛知道王后根本不是文静的对手，没有充分的把握，她不会轻易说出来，否则自己什么都不知道。世子妃提出主意，让王后行使中宫的权利，王后将承担责任，即使是大王也不能干涉。王后立刻采取行动，她以大王干预朝政为由，强行将文静抓起来，通知大王要整顿后宫，即使是大王的宠妃也要受到质问。她取消了文静的昭容称号，把她关进了小黑屋，并且封上了门窗。无奈的大王找来了王后的父亲，让他去劝王后赶快放人。大王讽刺地说，有的是时间，不如想想怎么给我生个儿子。他的父亲劝他考虑王室的体面，不要挑衅大王。但王后早有预谋，她对父亲说，自己从未想过要生孩子，继承王位的人选很多，即使自己有孩子，她也未必能平安一生，现在只能依靠世子和世子妃，自己才能安稳过日子。为了家族的崛起，首先得除掉文静。宫女趁送饭的机会，偷偷给了明镜一包药，告诉他金大人已经安排好了，这包药会帮他摆脱困境。李淑媛得知文静被冷宫，想到自己报仇的机会来了，于是在门外挂上竹篮做暗号，他要把文静的罪行都说出来。但当王后派人来时，发现他也被挂起来了。王后得知后感到合情合理，马上命人绑起文静。他拿出了一个信封，谎称这是李淑媛临终前写的，里面记录了他的所有罪行。但文静一点也不慌，王后催他赶紧交代，免得遭受肉体的折磨。文静一时不知如何是好，突然之间之前吃的药开始发作，嘴里吐着白沫，突然晕倒了。这下王后心里没底了，因为她本就没有确凿的证据，如果大王追究下去，她就完了。无奈之下，只好放了文静。经御医诊断后确认，她又怀孕了。大王一听，高兴的就像第一次当爹一样，他对文静所受的委屈表示同情，但文静却没有任何怨言，反而开始替王后说好话。大王看到文静这么通情达理，感到非常惭愧，不仅重视她的地位，还把已故的王后的宫殿都赐给了她。文静找到他的父亲，要求他1个月内废除正室夫人的地位，并立自己的母亲为正室。面对文静，他不敢有任何反抗。现在文静更受大王的宠爱，这让王后感到了一丝危机。世子妃再次前来出谋划策，在举办的宴会上，世子妃拉拢其他妃子，故意孤立文静，与王后有说有笑，不时地议论文静。世子妃的目的就是要让文静明白，谁才是后宫的真正主人。
文静一怒之下离开了宴会。聪明的王后何尝不知道宴会的真正目的？表面上是世子妃在帮她，实际上是想树立自己作为下一任王后的威严。文静心里憋着一肚子气，如果世子妃真的成了王后，自己还有什么好日子过？文静立刻找到大王，世子妃一直在联络大臣，希望世子尽快继位。文静趁火打劫，建议大王召回凤翎大军。世子妃有不轨之徒，他早就听说过，于是远在倾国的二儿子凤翎大军被召回了。凤翎大军表面上看似无所谓，表面上贤良孝顺，实际上对王位志在必得。拜见了王后，凤翎大军立刻找到文静，他知道文静现在最受宠，在大王面前比王后还有话语权。他试图拉拢文静加入他的阵营，暗示对王位也有兴趣，但他不知道文静的野心远超他。这个女人实在太狠了，为了让自己的儿子成为王，不止砸了世子的画像，还诅咒他早日去世，在大王面前挑拨世子妃。大王听后大感不满，世子妃被指控图谋篡位，大王听信了这些谗言，直接把世子妃赶出宫。大王本就不满世子，打算立一个新的储君。王后派遣凤翎大军，告诉他一旦大王继位，不要有所推辞。现在宫中都被金字典语文，晋所控制王位落在他们手中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不久后，一位倾国使臣来访，他告诉大王，如果不尽快继位，对亲王将会举兵来讨伐，把他带到京城接受审问。这下大王真的慌了。使臣之所以这么说，实际上是因为金字典早就收买了文静，劝大王不要再犹豫。这显然是世子和倾国一起强行夺权，现在只剩下一条出路，只要世子病死，那么就没有理由继续逼迫大王，怎么能谋害自己的儿子呢？大王怎能下这个狠心？但在文静的游说下，大王想起自己曾受的屈辱，沉默就意味着默许。文静和金大人立刻开始行动，因为世子近来困扰重重，一直卧病在床。李老头借治疗之名，在世子体内扎了慢性毒针。凤翎大军心照不宣，他装作什么也不知道就离开了。几天后，世子撑不住了，但按李老头的经验，世子不应该这么快就去世，看来毒针下的太多了。这样一来，世子的遗体肯定会留下中毒的痕迹。世子妃得知后，哭得泣不成声。虽然世子体弱，但怎么可能这么突然就去世？正当世子妃怀疑时，他鼻子突然流出黑血。世子妃发誓要查出真相。文静开始担心，如果世子妃一直守在这里，几天之内事情就会败露，所以他建议大王尽快安葬世子，否则世子妃可能还有别的阴谋。如果他故意毁坏遗体，声称是被毒杀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大王听后觉得有道理，立刻命令人抢走遗体并下葬。世子妃强忍着悲痛，他要等到儿子登基后才复仇。按照王室的传统，世子去世后王位应传给长孙，但大王心里更想把王位留给次子。在凤翎大军的影响下，这个决定遭到大臣们的反对，大王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。文静趁机再次煽动，他居然也建议大王把王位留给长孙。大王本想与世子妃和解，但世子妃的傲慢态度让大王无法接受。世子的死一直让他耿耿于怀，传位给长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。大王气愤地立刻离开。正当他走到门口时，遇到长孙，看到他更加心烦。文静早就预料到这种情况，结果让大王觉得有这模子在，自己将永无宁日。文静接下来计划如何除掉他们。曾经势不两立的两人，现在却站在了一起。文静说，他们的敌人现在是世子妃，一旦长孙继位，手握实权的世子妃绝不会放过他们俩。看着世子妃势力衰退，王后也不得不寻找新的依靠。她向大王表明，全力支持凤翎大军继承王位。一说出这话，大王感到非常欣慰。世子妃召集了城中的人，默默地迫使大王查明世子的死因。心里已经对世子有愧疚感的大王，对世子妃更加反感，将世子的死全部归咎于世子妃。要不是他挑拨离间，他的儿子肯定还能活着。大臣劝世子妃不要继续追究，否则长孙的王位真的保不住了。心生诡计的文静走进世子妃的寝宫，带来了一盒上乘的鲍鱼干。他说这是大王最爱的，如果世子妃能做给大王吃，可以缓和他们的关系，抢回长孙的王位还有机会。世子妃知道文静没有好意，心里自然有所防备。文静没多说什么，放下东西就离开了。凤翎大军为了讨好大王，朋友夜袭大王卧室，他一直守护在大王身旁，不断表示愿为府上分忧。大王激动地抱着凤翎大军说，我的好儿子，如果你各有你一半就好了。大王身边的内应上报后，世子妃意识到大王打算将王位传给凤翎大军，看着自己的儿子地位不保，心中慌乱的世子妃此时看向了鲍鱼。为了避免落入文静的圈套，世子妃亲自下厨。文静听说这事后立刻赶来，大王看到儿媳有认错的心意，给了面子想尝尝，刚要吃，文静就到了。他提出要为大王试吃，文静吃过后连连夸赞。谁知道大王刚要开始吃，文静突然有了反应。世子妃看到这情况立刻慌了，大王的第一反应是怀疑中毒，
立刻召唤御医。文静的眼神让世子妃感到毛骨悚然。来的御医是李老头，他早有准备，在食物中下了毒，随后拿出银勺测试，勺子一碰，食物就变黑了。文静说还好自己吃的少，否则肚子里的孩子肯定保不住了。大王彻底发怒，命令搜查世子妃的寝宫，果然找到了一瓶砒霜。大管家实在看不下去文静的行为，于是把毒药瓶藏了起来。宫女把情况报告给文静，明明自己事先安排妥当，怎么可能搜不到呢？文静立刻想到了大管家，这个老家伙破坏我的计划，等我儿子登基后，第一个就要处理他。虽然世子妃侥幸逃过一劫，但最终还是被大王赶出了宫。世子妃深受百姓爱戴，他们得知她被赶出宫，纷纷为她喊冤。世子妃临走前还嘲笑文静是小妾之女，这让文静无法忍受。她让父亲立自己的母亲为正室，夫人依旧音讯全无，这让文静非常气愤。她的父亲听后吓得腿都哆嗦了，回家后就把这事告诉了郑氏夫人。郑氏夫人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，随后带人去找文静的母亲，听说夫人来了，文静的母亲吓得直接翻墙逃跑。作为一名小妾，被郑氏夫人打到死都无人替她说话，好不容易逃到女儿这里，却被文静狠狠地训斥了一顿。一直对自己的出身感到忌讳的宠妃，为了不被人嘲笑是小妾出身，不仅抓了郑氏夫人的3个儿子，还逼郑氏夫人自尽。尽管如此，这3个同父异母的兄弟依然对她毕恭毕敬，不敢有任何越轨行为。只因她在宫中深受大王的宠爱，不仅控制了3个王孙，连大王也被她操控。文静将大王身边的人员全都换成了自己的心腹，连大总管也不能接近大王，同时封锁了宫门。大臣见大王也需他同意。为了掌控朝政，让自己的儿子能登上王位，他一直在大王的茶里下迷魂药。大王每天都离不开这茶，喝了就感觉神清气爽，仿佛身处仙境。王后特地找来文静，她看到大王最近很安静，特别为他准备了2个侍女。文静非常赞同，表示自己早就有这个想法，但她不知道已经落入王后的圈套。此时大王已被带走，总管在房间里翻找，但最终没找到下药的证据。当文静回来，发现家里已经一片狼藉，立刻去找大王，却被侍卫挡住了。在大王这边，御医拿出了世子临终前的衣物，他向大王报告，世子是被毒死的，这就是证据。大王听后急了，你们这些人难道以为是我做的吗？王后劝他冷静，这和大王无关，一定是文静策划的。调查这件事的任务最终落到凤鸣大军的头上，李老头遭到严刑逼供，但他坚称是大王的命令。凤鸣大军心里也明白，这种皇室丑闻一旦传到民间，不仅王位难保，整个王室都会灭亡。最终李老头被释放，结果世子还是病死了。大臣们听到这个结果，也只好装作不知。凤鸣大军的处理非常周到，大王非常高兴，直接封他为新的世子。王后原本想借此机会除掉文静，但文静又一次逃过一劫。不过2天，大王实在受不了，这几天一直没有喝到文静给的迷魂汤，大王感到非常难受。上宫立刻去找文静，他知道是怎么回事，直接从怀里掏出了一包药。原来他一直带着这些药。上宫拿到药后，马上给大王服下。大王不顾一切，一到账就要喝。喝完后感觉自己又能行了。王后在大王身边时，他的鼻子突然流血。王后立刻有了主意，赶紧收集起血来，然后叫来文静，要在所有后宫面前对文静的儿子进行滴血验亲。首先准备一个大碗，倒入45度的温水，如果2滴血能融合，就说明他们有血缘关系。一直有传言说大王的儿子不是亲生的。这一刻，几位后宫妃子都在等着看文静受罚。但一会儿后，文静笑了，几人不敢置信地上前查看，碗里的血果然融合了。王后顿时慌了，文静严厉指责她身为后宫之主，竟然心迷失智，给殿下带来耻辱，真是可恶。王后无言以对，只能默默承受谩骂。走出房门，文静那锐利的眼神立刻心生诡计，走着走着突然头晕倒地。王后仍在冥思苦想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是她告诉她，如果水里加了白粉，即使不是父子，血也会融合。老宫女一查，果不其然，水是酸的。原来之前的碗早就被大总管调换了，他帮助文静，仅为不让大王丢脸。文静给大王下了药，现在大王已经离不开他了。装病的文静找李老头来诊治，偷偷让他帮忙打掉肚子里的孩子。李老头听了吓一跳，这女人真是太过分了。最后为了去掉王后这根刺，文静亲手毁掉了自己的孩子。大王知道后，气得都要跳起来了，找到王后几乎想杀了她。孩子不是我的，你说是谁的？你竟敢说出这种逆天的话！王后的嫉妒让大王难以忍受，一怒之下要赐他死刑。在凤鸣大军和大臣们的劝说下，王后虽然保住了性命，但还是被逐出宫外。文静临走前告诉他，过几天会给他送1碗汤，如果嫌不够，那就送2碗。王后感到极其憋屈，看来和文静走，她还是太嫩了，
又除掉了一个，下一个就轮到世子妃和他的孩子了。季阳的妈妈和小女孩，金字典本想必用文静以前生的女孩来牵制他，但现在的文静不吃这一套，直接命人处理掉了。所有拖他后腿的人，都将成为他的敌人。在文静的迷魂汤作用下，大王的状况一天比一天差。后来李老头为他针灸时，长孙恰好来请安。当初李老头给世子下针时，他就在身边。出于担忧，他立马阻止了。李老头随后向大王报告，他的父亲就是这样被害死的。听完这话，大王大怒，现在连长孙都怀疑世子毒死了人，这肯定是世子妃在挑拨离间，立刻命人将长孙关押。世子妃得知这消息，赶快来求情。大王听说他来了，气得不打一处来，每句话都提到饶命。你想让我成为那种残忍的祖父吗？你不仅挑拨我们父子关系，现在还想毁了我的孙子。世子妃的哥哥们听说了，召集成军馆的儒生集体前来找大王理论，但还没到王宫，就被金大人抓入死牢。文静给大王泡了杯茶，说这世子妃简直是个祸害，干脆把他们一家都流放了事。大王喝了迷魂汤，摇头晃脑的。文静说什么他都同意，即便大臣们求情，文静不仅指控他们叛国，还要灭他们九族。长孙在被流放途中，文静派人把他活活累死。这位妖妃大权在握，操控一切，他的蛊惑之下，老国王已经迷失了理智，不仅默许杀害了自己的儿子，连年幼的孙子也不放过。当这位子妃得知后，悲痛欲绝，为了为丈夫和儿子讨回正义，向倾国寄出了求救信。然而这封信被文静拦截了，他命令李老头篡改了信的内容，然后把信交到大王手里。大王看后气得差点没气死，世子妃居然把世子和长孙的死都怪到了他头上，还请求倾国出兵来惩罚他。这时的大王已经无法正常判断了，根本不看字迹，光是内容就足以让他气爆。世子妃被召见，在大王的质问下，世子妃并未反驳，她只是恳求大王能饶恕他仅剩的2个儿子。这话无疑又是在暗示长孙是他害的。为了不让他继续煽动，大王直接赐了他一碗毒药。曾经总是嘲笑他贱气的世子妃，如今落得这样的下场，文静终于如愿以偿。他为了报复，故意让李老头减小药量。世子妃就这样折磨了整整1天1夜，最终在无尽的痛苦中断了气，一家3口惨死。大王整天神志恍惚，总觉得世子一家来找他索命，再加上文静的溺爱，看来他活不了几天了。金大人让李老头赶紧给他下手，文静立刻阻止了。他还没坐稳中殿之位，他的孩子怎能成王？这些话被偶尔清醒的大王听到了。大王终于醒悟，虽然看清了一切，但为时已晚。现在整个王室都被文静和金大人控制着，接着文静可能会对王后下手。文静劝他退位，但王后怎会轻易同意？文静把他身边的侍从都撤掉了，然后给老上宫一包毒药，让他尽快干掉王后。现在整个朝廷都被妖妃操控，百姓怨声载道，连文静的父亲也被百姓驱赶。文静的父亲逃回家了，逃回家里，出乎他意料的是，李老头早和文静的母亲有染，一气之下，他把2人都赶走了。文静得知2人被杀，他的父亲也上吊自杀了，随后宣称是死于传染病。他的3个儿子和家人全被杀光，他最在乎的母亲也去世了。文静受到重创，连大王吃的迷魂药他自己也染上了。从此以后，他的恶行全被揭露。他虽然美若天仙，内心却狠如蛇蝎。为了让自己的儿子成为王，他命老上宫给王后的饮食下毒，但老上宫并未这么做，反而把这事告诉了王后。王后本以为能借此揭发文静，但显然她低估了文静的手段。她二话不说，立刻吞下了毒药。这时老上宫反过来指责王后，他恳求文静饶他一命，还诬陷了王后。王后被他这么一说，颜面全无。文静怎能错过这个绝佳的机会？回宫后，他立刻把这事告诉了大王，但大王早已心中有数，知道这是文静的右翼阴谋。这次他并未同意废掉王后。文静见状，直接把老国王打晕藏了起来，然后伪造教旨，欲废王后，由他来主持后宫。但此事非同小可，大臣们因为见大王，万不敢批准这样的教旨。文静恶行累累，让皇宫鸡犬不宁，大臣们毫不畏惧，直接把问题抛给了他。无奈之下，他找到了义父金大人。文静承诺，若让他儿子登基，自己成为大妃，那么金大人将位极人臣，权力超乎寻常。他计划把一切罪名嫁祸给凤陵大郡，把他塑造成谋害王家长孙的小人，这样废除他的王位也易如反掌。金大人马上就答应了，但他的野心不止于此。文静离开后，他召集了自己的亲信，打算先除掉文静，然后是凤鸣大军，一个不留。没想到他身边那些生死与共的兄弟们，竟有人背叛了他。凤鸣大军因此得知了此事，立刻采取行动。他谎称要把王后之位传给文静。文静离开之后，大总管带着侍卫将文静的手下全部杀光，这样大王才算是被救出来。文静被捕了，
他还抱有一线希望，但金大人已经自身难保，被救出的大王也命不久矣。临终前，他对自己的错误深感悔恨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下令赦免文静一命，因位在大王心中，文静就像他内心的影子。他一手推举文静到这个位置，坚决要杀掉文静，遭到凤鸣大军的反对。王后威胁他，如果不杀文静，他作为王后是不会答应的。如今凤鸣大军也不再迁就他，你就乖乖坐好你的位子吧。金大人最终被执行了极刑，文静则被打入冷宫，本可以保住性命，但他依然不死心，在凤鸣大军经过的路上埋下符咒，希望他们全军覆没，这样自己的儿子就能当大王，他便可以凭借儿子升高位。讽刺的是，他的贴身宫女把他告发了，王后抓住了这个机会，终于如愿以偿，把他以往的罪行一并处理。文静被游街示众，百姓对他恨之入骨。就这样，文静在百姓的唾骂中倒下了。最后来收尸的是他曾熟悉的南鹤和他们的女儿。